我不会，我不会。报警！报警！哦，报警！快点报警！你们大家小心点啊，保护好现场。哎，对，那边，往后让一让。科长，哎，情况怎么样？好，我们接到报警就赶过来了，这边就是案发现场。天太晚了，屋面没有照明设备，什么也看不见，不能往这边赶看看。案发时车里坐着2个人，上来的是个女的，另外一个是她老公还在车里边。通过报案的时间上推断，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怎么不联系交通队啊？据报案的小伙子讲，开车的就是那个生还者，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点疑问。哦，对，这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啊。秦月，马上通知事故处理中心，把车打捞上来。刚刚联系过了，他们正往这儿调设备呢。不过，哦对，这太黑，现在难度太大，估计怎么着也得等天亮了。目击证人呢？哦，来，就是他报的案。小迪，你怎么在这儿？啊，刘所，这是我弟弟。大哥，我下午没课，在这儿坐了一会儿，后来就睡着了。我醒了以后，看一车哗就冲海里去了，后来就爬上那个女鬼，爬上来就让我报案，后来我就报案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幸存者的情绪有点不太稳定。这人呢？这儿，就是他。姓名。姓名。你不要紧张，我们不是审问你，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这样，你说说你能记起来的。我们本来是要回家的，后来梁哥说他想去吹吹海风。曼丽，我们好久没有到湖边来散步了，今天时间还早，要不我们散散步？这么说，开车的不是你丈夫，而是你。梁哥说他想喝饮料，我就下车去买，之后你就把车开到湖里了。目前幸存者的情绪十分不稳定，所以无法确认他和死者的身份。现在只能通过只言片语了解一些案发当时的情况，暂时就是这些。明天把尸体打捞上来以后，立即进行尸检，确定身份，争取第一时间联系到死者家属。罗长，你的意见呢？通过刚才我们对这位幸存者的观察，我觉得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沈芳，你去调一下路口的监控录像，看看还能找到什么线索。韩宝，你和雷纯去案发地点方圆5公里排查所有的小卖店和超市，看看有没有人证明他去买过饮料，并且了解一下当时开车的是谁。秦月，你明天安排这位幸存者做一个精神鉴定，如果他的精神正常，那这个案子就太不正常了。哥，完事儿了。今天完事儿了。今儿那女的可吓死我了。哎，你们那案子是怎么回事啊？别瞎打听啊！我问你，大晚上你到海边干嘛去了？
哥哥是朝哪儿来的？是不是跟人打架了？不是，我没事儿，我下午没课，我踢球来着。后来踢球输了，我可憋屈了，我就上海边去了。后来睡着了，我一醒来就看那车呼就冲海里去了。一个木桶，里面装有黄、绿、红3种颜色的球。当你闭上眼睛，要抓取2个同样颜色的球。抓多少个以后，你才能确定抓到了同样颜色的2个球呢？4个。当你站在一面镜子前，你看到镜子里你的影像是左右颠倒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有个人在看我。坠海的汽车和死者的遗体都已经打捞上来了。根据汽车牌照登记的记录，我们初步可以认定，死者叫司马良，是本市著名的画家。联系家属了吗？联系过了。和司马良在亲缘上关系比较密切的有2个人，一个是他的儿子，叫司马文迪，还有一个是他的妻子杨曼丽。一个小伙子跟他女朋友去河边散步，突然他的女朋友掉进了水里，小伙子马上下去救，可是他没有找到他的女朋友。过了几年以后，他又来到了河边，看到有人在钓鱼，可钓上的鱼身上没有一点水草，他就问钓鱼的人，为什么鱼身上没有沾到一点水草呢？钓鱼的人说，这条河里从未长过水草。这时，小伙子突然跳进水里，自杀了。为什么？那是他下去救人的时候摸到过他女朋友的头发，他以为是水草，所以就放弃了。真的不想放弃，我想救他，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杨曼丽，我没有办法，冷静点，我真的没有。不是怎么了？你跟他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就是正常流程啊。风劲儿挺大呀，听得不清啊。完全没有问题，在经历这么大的打击的前提下，还能回答出80%以上的题。足以证明他的神经机能是正常的，自制力和支配力也是毫无问题的，属于完全的行为能力责任人。但是什么？你们看啊，从最后几个问题他所给的答案和刚才瞬间反应突变的情况来看，他的性格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趋势和犯罪倾向。精神有问题，那就说明他什么都是装的。领导，我觉着现在这么说是不是有点早？不能确定杨曼丽在说谎，而且根据杨曼丽的种种表现来看，当时的情况应该比较复杂。我觉着我们应该再调查一下。还有什么好调查的？人就是他杀的。对，杨曼丽她就是凶手。这是司马良的儿子司马文迪，这是我叫吴淑珍，是教授的助手。凶手在哪儿？我问你们，凶手在哪儿？同志，先冷静一下。我是刑警队队长欧存刚，有话好好说。有什么好说的？你们赶紧把那姓杨的女人抓起来，她就是凶手。是这样，我们还在调查取证阶段，不能断定谁是凶手。还不能确定？那你们还在等什么呀？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看看吧，这就是证据。这是教授生前买的巨额保险，受益人就是杨曼丽。我告诉你们，那个女人跟我爸爸在一起，就是为了我爸爸的钱。她害死我爸爸，
也就是为了骗保骗钱。500万？别说500万，这个女人就是为1万块都会去杀人。同志，你们不要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死者是司马良，尸体打捞上的时间是在7月27日上午9点05分。从解剖的结果来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2至14小时，也就是在7月26日夜里20点至21点之间。报案是8点40。打捞上的时候，死者的遗体是悬浮在车外，估计是被海水从破碎的挡风玻璃处冲入车体的。死者的尸表没有明显伤痕，全身衣服完整，右脚着黑色皮鞋，左脚的鞋没有找到，估计是被海水冲走了。尸体的两肺呈膨隆肿胀状态，心包膜、心耳尖出现针样出血点。另外呢，眼黏膜上也有出血现象，还有就是耳膜也是因为水压而造成破裂，引起出血。这些均为溺水死亡尸体特征。对死者进行了腹腔解剖，发现死者胃里的米饭、蔬菜外形还是比较完整，只有少量食物进入十二指肠，应该为饭后的1至2个小时，基本可以排除中毒死亡可能。另外这个死者的血液里酒精含量很低，也就是说呢，在案发的时候，死者的神志还是比较清醒的。你怎么看？我觉着有必要再勘察一次案发现场。司马良平时他喜欢干什么？教授就是在画室里画画，哦，有时候也陪着曼丽姐出门逛逛，别的就没什么了。案发当天，杨曼丽和司马良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没有什么异常啊。哎，警察同志，虽然我们教授跟曼丽姐在年龄上相差挺多，但是他们2个人感情很好，而且他们那股甜蜜劲儿跟我们年轻人一样，从来没见他们吵过架。那你觉得杨曼丽这个人怎么样？曼丽姐人很好，从来不让我们称呼她太太、夫人什么的，平时和我们说话也总是和颜悦色、客客气气的。倒是那个吴助理脾气大得很，总是说我们工作不仔细，这个不好，那个不行的。你好好想想，杨曼丽和司马良结婚以后，有没有跟什么特殊的人来往？那倒没有，曼丽姐平时就跟教授在一起。不过什么？我这也是听说，吴助理平时总说曼丽姐配不上教授，说她跟教授认识那时候，她就是在酒吧做推销员，后来不知怎么着，就跟司马教授搞在了一起。我还听说曼丽姐以前进去过。犯罪嫌疑人杨曼丽，因你涉嫌犯有故意杀人罪和保险欺诈罪，经由思明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思明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对你进行依法逮捕。签个字吧。您好，我叫安然。哦，不，您误会了，不是保健品，我们这儿是律师事务所。您有没有什么法律咨询的案子？我们这儿价格很公道，很便宜。便宜的不要啊。对。
告诉我们说，当得救的真信徒在他被得救的时候呢，他的灵魂已经得到了复活。那么他死后，他的灵魂是一定能够上天堂的呀。喂，林太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贵呀，啊，是贵了一点，但是林先生现在他的长生位已经是陵园里边最好的位置了。对呀，啊，在陵园的最西边。当然好啊。你想想，这样在他往生的道路上，他离西方极乐世界就会更近一点。对，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黄总，您这到底信的是什么教啊？一会儿阿门，一会儿南无阿弥陀佛。鄙人我认为，哪个实惠就信哪个。安然，鄙人呢，迟长你几岁，当然，还是有些个经验之谈的，愿与妹共勉，不知可肯听否？好，好，好，小妹愿闻其详。伟大的物理学家，对，记着，玛利亚斯科沃多夫斯卡居里夫人，居里夫人知道吧？知道。哎，居里夫人曾经说过：“强者制造时机，弱者等待良机。”那么是当强者还是当弱者？这是一个很深邃的问题。通过鄙人潜心研究，我认为强者受累，弱者受罪，但是宁肯多受累，也绝不能受罪。鄙人我的想法是，当能成为强者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抓住。怎么抓住啊？伟大的诗人、剧作家、人文主义文学及大成者威廉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明智的人绝不会坐下来为了失败而哀嚎，一定会乐观地去寻找办法而加以挽救。”那怎么挽救？我这都挽救好几个月了，都快揭不开锅了。这个活呀，有时会主动自己找上门。这又是哪位大师说的话呀？这是殡葬服务精英黄大吉也就是鄙人说的。活会自己找上门，行，我等着。喂，夏老师，我是安然。案子，我接。怎么样？鄙人说的比那老哥几个管用。绝了！汽车坠海是发生在7月28号晚上8点半左右，当时现场的第一目击证人亲眼目睹汽车坠海，随后他就看到我们的委托人，也就是杨曼丽，从海里游到岸边。目击证人描述杨曼丽当时呢神情非常紧张，有些神经质。死者是杨曼丽的丈夫司马良，他是本市著名的画家。司马良的作品呢很多，而且价格不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司马良和杨曼丽结婚仅仅1年，司马良就给自己投了巨额保险，一旦出现意外，受益人是杨曼丽，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怀疑司马良究竟是死于意外还是谋杀。
目前对杨曼丽最不利的证据就是保险单和目击证人的证词，杨曼丽因此涉嫌谋杀骗保而被提起公诉的。杨曼丽，我叫夏康达，是思明州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因为你的个人财产暂时被冻结，你爱人的亲属又不愿意替你聘请律师，所以我受委派以公派律师的身份为你进行法律辩护。这是我的助手安然。公派律师，你们愿意为我辩护吗？当然。算了吧，别蒙我了。你们这种所谓的法律援助，无非就是走走过场，我不需要。杨曼丽，既然我们接手了你的案子，我们就会尽全力为你辩护的，这是我们作为律师的职业操守，也是我们的社会责任，请你不要怀疑。下面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好吗？随便。你和你丈夫的感情好吗？你丈夫买了巨额保险的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事情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你去问他们吧。杨曼丽，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帮助你的。帮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帮？也没什么好帮的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也不指望谁会相信。我累了，就这样吧。哎，他怎么这个态度啊？哎呀，老师您不舒服啊？老毛病了，走，咱们先上车再说吧。我帮您开。嗯。夏老师，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带您上医院看看去。这大半年啊，医院我都去烦了。哎，没事儿，过一会儿啊就好了。哎，安然。你那个事务所经营的好不好啊？跟我说实话。不好，一个案子也没接着。哎呀，跟我估计的差不多呀。年轻人干点事儿真不容易呀。慢慢来吧。老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连想都不敢想能有个事务所呀。夏老师，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也是没辙了才开了一个小律师事务所，给别人打工，我四处碰壁。可是现在没想到，自己做更难。其实老师啊，就欣赏你这股闯劲儿啊。你是老师最好的学生，老师相信，早晚会有一天啊，你会成为出色的律师。给。这什么呀？哎呀，公派律师啊，也没有多少诉讼费用可赚，钱不多。就算老师请你做助手的费用吧。老师，这钱我不能要。拿着，你拿着，老师才能安心的请你工作啊。那谢谢夏老师了。我也没想到杨曼丽会这么不配合。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夏老师，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去见一下那个目击证人吧。看，这报道真够快的。检察院刚提起公诉，小报记者都把杨曼丽给毙了。你说这小报记者怎么想象力这么丰富啊？啊，就芝麻大点的事儿也弄成冬瓜似的。哎，领导，那不是说西瓜吗？怎么又改成冬瓜了呀？对呀，冬瓜就是比西瓜大呀。人家就指着这个赚眼球呢，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哎，他
我跟你说个事儿，杨万丽的辩护律师向检察院提出了申请，要见目击证人，检察院已经批准了，约好下午3点，你让你弟弟来一趟。没问题。大哥，我待会儿都说什么呀？看什么说什么。我告诉你啊，不管是一会儿见着律师，还是过2天出庭作证，都实话实说，别隐瞒也别夸大，知道吗？那女的不会因为我做了证，被判死刑吧？别想那么多，这和你没关系。好，我听你的。这位是我们罗队长。啊，你好，你好，我是杨曼丽的辩护律师夏康达。先对罗征啊，你好，这位是我的助手安然。安律师，好久不见了。啊，你们2个认识啊？啊。我们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大号码。干什么呀？我看你快掉下去了，所以就想拿个东西把你。我不是河马。那我是大狗熊。对，大狗熊。夏律师，这是杨曼丽开车坠海的目击证人罗迪，我亲弟弟。哦，罗迪，小伙子不要紧张，咱们就是随便聊聊。那行，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忙，回头见。那咱们就开始吧。你先说一说当天你都看到了什么？那天晚上。你谁呀？你会游泳吗？我不会，我不会。报警！报警！报警！哦！报警！你快点报警！当时吓得我酒都醒了，也不困了，后来就赶紧报警了。你刚才说那天你喝酒了？我喝了，不过没喝多少。那你在做笔录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喝酒这件事情告诉警方？我喝不喝都看得清楚。那就是没说。后来他们还做了个实验，我眼神好着呢。陆迪，你给我看清楚啊！是谁开的车？是沈芳姐。确定吗？男的女的？没错，就是沈芳姐。撞去吧。来，第2方案，撤回去。明白。换好位置了吗？换好了。小弟，转过来吧。好，开始。还是沈芳姐开的。罗迪，你确定是沈芳开的车吗？哎呦，欧大哥，你放心吧，我左眼5.2，右眼也5.2，我是有名的千里眼。
绝对没错。安然，你和罗迪再把那个事情核实一下。我去找一下欧队长，有点事儿。哎，好。安然姐，你和我大哥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一段时间了，怎么了？哟，他嘴可真严，我都没听他说过。是吗？安然姐，以后你要有困难就找我大哥，他这人呀热心肠，你的事儿他肯定当成我妈吩咐的事儿办，肯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真的。这话是你大哥让你跟我说的？啊？那倒没有，不过他绝对是这么想的。我大哥，我最了解他了。好，你的话我记住了。罗队长，多谢你啊！这几天我们还要麻烦。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安然，我先送你回去吧。夏律师，安然姐有人送。好，那我先走了，你们聊。再见啊。刘在，那我也先回学校了，你们好好聊。安然姐，再见，我先走了。我弟弟没胡说什么，你希望他胡说什么呀？我就怕我弟弟胡说八道的。咱们俩就站这儿聊。本来想过几天给你介绍几个案子，没想到这么快你就接到了。怎么样？第一次接刑事案，什么感觉？说不好，我觉得被告人对我们不是太信任。我们刚审问他的时候，就觉得杨曼丽戒备心很强，可能是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样，你试着变几种方式跟他交流，可能会好一点。其实我挺佩服你的。我有什么好佩服的啊？我之前劝你自主创业的那些话，我自己都不太信。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想找份工作都难了，更何况像你这种成功自主创业的。自主创业是不假，成功不成功就不好说了。我现在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呢。别着急，慢慢来，总会有发展的。对了，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个好机会。我会努力的。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说一声，我一定尽力。我找你帮忙，你会不会当成是你妈嘱托的事儿来办啊？我妈？你弟弟说的。这臭小子，这不是让你占我便宜呢吗？我还觉得自己吃亏了呢。你觉得我像老太太吗？你看这些纷纷攘攘的人，每天他们身上会发生多少故事？有多少是我们可以探究的？有哪些又是深不可测的？你还有这么文艺的一面啊？偶尔。偶尔？根本就没有什么偶尔，一个子儿都不能少。我就没听说过买坟地还有砍价的。你们三个不要忘了，你们三个现在是咱们元宝山庄的高级销售经理。你们三个人每做的一笔生意，每一单都有可能成为整个殡葬业里程碑式的奇迹呀，对吧？精神点呢！哎，我问你们仨一问题：怎么能够在第一时间取得客户对你们仨人的信任啊？
你说素质错，你诚意也错，你贾哥还贾哥还，你是哪儿的人呢？是形象，哎，我怎么也这味儿？是形象。你瞧你们仨穿这德行，啊，这怎么能够取得客户对你们的信任？怎么能够让客户住进咱们的这个买咱们的墓地呢？啊，怎么能够使用咱们公司的产品呢？得穿成像我这样。你们看看我，穿的够多么肃穆，多么得体，是多么样的帅气。也只有穿成我这样，才能够让咱们的客户真正的体会到咱们对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的深刻理解呀。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的把他们兜里的钱装进我们的兜里。给你100，给你100，给你100，拿好了。你们3个人现在每人去买一套西装，赶紧换上，让我们的顾客看到你们焕然一新的面貌。买高档的啊，不许买地摊货。听见没有？找的钱，给我带回1盒炒饼来，肉的。哎，夏老师，我是安然。我想去被害人那儿看看，找找看有没有新的线索。你好，老崔。对不起，我们这儿已经不营业了。请问您是吴淑珍女士吗？我就是。您好，我是杨曼丽的辩护律师，我叫安然。慢一点，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弄坏了赔得起吗？这么好的花为什么要摘了它呀？不摘了留给姓杨的女人吗？司马先生的画廊一直是您帮着打理的。不是我还有谁呀？要是让姓杨的女人，早就给他败光了。这幅画很名贵吗？这是教授15年前的作品，也是我第一次给教授做助手。那个时候，教授刚刚有些名气，还没有现在这个画廊。
每次我看到这幅画，都会想起教授年轻时的样子。还记得当时为了画好这幅画，教授和我在那个苗族的宅子里一住就是3个月。后来好多人想买走这幅画，可我一直舍不得。教授他也舍不得。他曾经说过，这幅画里有美好的回忆。这画怎么还在这儿？来人，把扔了！哎，挺好的画，干嘛扔它呀？每次让我看到这个女人，都感觉恶心。我觉得这画画的挺好的。来人，把拿回来烧了去！哎，别烧啊！烧了多可惜啊！要不然送给我吧。你要它干什么？我回去研究研究，也许对这个案子有好处。你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个女人一定是凶手。哎，我也善意的劝告你，替这种人辩护，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将来的前程。你得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比起善恶有报，我更相信法律的裁决。那你愿意把这绘画拿走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跟杨曼丽的关系处得不好。相处不好也是她的问题。我很简单，只要装作每天看不到她也就可以了。可是文迪呢？因为这件事儿，经常和她父亲吵架，甚至都夜不归宿。这个女人真是蛇蝎心肠。教授对她这么好，她怎么能下得了手？吴女士，我能见一下司马文迪吗？我希望跟他。不行，文迪因为父亲被谋杀，情绪一直不稳定。我看改天吧。对不起，我今天心情也不好，希望你理解。哎。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刚才去医院开点药。说吧，有什么新情况？也不算是发现，我就是又搜集了一些资料，重新整理了一下思绪。你看。好。杨曼丽从她的老家古北镇来思明州谋生，因为学历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1年前，她开始在一个酒吧做啤酒促销员。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司马良。很快，2个人就相恋了。2个人认识不到1个月就结婚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本来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娶他的助手吴淑珍的，这件事情让吴淑珍很嫉妒。很多年，吴淑珍一直管理司马良的画廊，照顾司马良的生活，2人的关系很暧昧。可是没想到司马良却娶了杨曼丽，吴淑珍对杨曼丽很有敌意。搜集到这些资料啊，看来你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但是呢，还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比如说杨曼丽就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杨曼丽曾经因为敲诈未遂罪被判处过1年零6个月的刑期。本来司马良和杨曼丽的社会地位、贫富差距就很悬殊，再加上杨曼丽这段不太光彩的经历，所以司马良周围的朋友都对他不屑一顾。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认同他们的结合是出自纯粹的爱情，而是认为杨曼丽贪图富贵，继而图财害命。眼下
对杨曼丽的负面报道呢很多，社会舆论呢对杨曼丽呢也是大加责难。你看，老师，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可能作为律师我不应该这么问。您真的觉得杨曼丽是无辜的？审判长，我请求传本案第一目击证人罗迪出庭作证。传证人罗迪到庭。证人，你的姓名？罗迪。今年7月28号晚上8点30分，你在什么地方？我在环湖路小码头。当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看见一辆车从不远处开过来，然后过了一会儿，车就直接开进湖里了。你所说的直接开进湖里指的是什么？就是没减速，一脚油踩到底，往湖里冲。当时你看见驾驶汽车的司机是谁？如果他在厅上，请你指认。是他。你确定是被告人姚曼丽开的车吗？有没有看错？没看错，我确定。这之后他又做了什么？后来，被告从湖里游上来。根据你当时的观察，被告人的水性怎么样？他水性很好。他游上岸之后又做了什么？他……呀！你谁呀？你会游泳吗？我不会，我不会。报警！报警！报警！哦。你和被告人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他的精神状况？是很慌张，还是很镇定？他开始很慌，后来就好了。审判长，公诉方询问完毕。下面由被告人杨曼丽的辩护律师询问证人。杨曼丽，你见死不救！你明明会游泳，我爸爸就是你害死的，凶手就是他。肃静，肃静。夏老师，夏老师怎么了？夏老师怎么了？夏老师。别太着急了，夏老师可能就是累着了。在这法院不是说了吗？同意延期开庭。别的先别想，照顾好夏老师。哎，医生，我老师情况怎么样了？病人刚刚抢救过来，是肝癌晚期。肝癌晚期？那现在还能手术吗？不行了，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我们在他的肺部和胆管周围发现了很多节点，必须马上住院治疗。那我能进去看看他吗？不行不行，他刚刚做完检查，身体很虚弱。还有，即使他接受了治疗，他的病情也可能进一步恶化。希望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好吧？
着急，那个听我跟你说这心里话，有悄悄话，你听我跟你说，累坏了。陈世军，我告诉你，明天我就辞职。这喝什么酒啊？不去。是什么所也去不了，现在不能喝啊！行，好，啊，行，好，就这啊，拜拜。哎呀，见，哎呀，辞职信，哎，陆磊，你这干嘛呀？这辞职信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你又要干什么？不是你这辞职信，你拿过来，你这什么意思呀？我为什么辞职，你很清楚。我明明我那天我喝多了，我还啪一酒瓶子，我他迷糊的，你别放在心上。你看你怎么这样呢？哎，你说话呀！不可能，有些事我可以不放在心上，有些事绝对不可能。哎，你干嘛呀？不就生气吗？我给你解解气行吗？我打自己不行吗？我给你解气，我啪！哎呀，你这，哎呀，行啊你。我就意思，陆磊别生气了，好不好？最后一次，保证没有下一次。往后咱俩就是纯粹的同事关系。那辞职信撕了，再有下一次，我连辞职信我都不会写，我直接走人。哎呀，我真不明白，这世上怎么会有癌症这个东西？以前啊，我儿子报考北京医科大学，学什么放射肿瘤。我当时啊，还认为他这是书生意气。哎呀，现在看来啊，我真希望他好好学啊，将来啊，能多救活几个像我这样的病人呢。我给他打电话了，明天他就从北京赶回来。案子已经延期开庭了。老师，您就别再想着案子的事儿了。我来。对。这个吗？你看看这个。这个呀，是司马良的遗嘱。他把画廊和画作啊，都留给了儿子司马文迪。但是司马良去保险公司为他本人投保的高额保单啊，受益人却是杨曼丽。这也是警方和公诉方啊怀疑他杀人的重要依据。可通过这些日子的调查，种种迹象都表明，杨曼丽和司马良的感情非常的好。再好的画家，也没办法画出你这种美。杨曼丽杀人动机并不充分，还存有疑点。老师，您还是注意身体吧。我自己的情况我知道，可是案子……老师，现在什么都没有您身体重要。前些天你问我一个问题。老师，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可能作为律师我不应该这么问。您真的觉得杨曼丽是无辜的？杨曼丽是不是无辜的？其实这个问题我真是没法回答，但我能告诉你的呀，只是我的分析。杨曼丽啊，作为一个女人，只身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出一片立足之地，可见啊，她不是一个笨女人呢。司马良是知名画家，资深学者，时常呢会接触各类的女性。跟他们比起来，杨曼丽的容貌肯定不是最好的，学识和气质呢也肯定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最终走到一起？他们
真的有可能是真心相爱，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司马良色欲熏心，一时的心血来潮。老师，这些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咱们按照吴淑珍和一些小报记者的思路推断下去，假如说呀，他们俩的结合呢是杨曼丽对司马良的财产的渴望，那要想促成这段婚姻呢，杨曼丽一定会周密的计划，算尽心机。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聪明的人设计的婚姻陷阱。但是，他带着被害人呐，开车一直冲进大海。除了自己本身同样面临着生命威胁之外，又极容易东窗事发，用这么笨的方法去谋杀，又怎么会是一个那么有心计的聪明人所为呢？你不觉得这里面前后有矛盾吗？今天鱼做的不错，这块鱼有营养。世军啊，别看报纸了，这菜都快凉了，赶紧吃吧。爸，你看这新闻有点意思啊。哎，前2天不是有个姓罗的到我们家来调查吗？还说保密，他是保密了，结果人家记者不保密。你看这个啊，狠手段坠海飞车，蛇蝎女杀夫骗保，这老娘们够狠的呀。他把他丈夫杀了。因为什么呀？说什么呢？说他这个爷们儿啊，买了份保险，受益人是杨曼丽，结果这个老娘们儿啊，见财起意了，开着车往海里撞，把他爷们儿给淹死了。嘿嘿，保险没骗成，被警察给按了。嘿嘿，这回好啊，肯定得毙了。你小点声，别吓着你兰姨。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子杰，以后交朋友注意点。世军，你也听着，你和子杰都没娶媳妇呢，娶什么样的媳妇我不管，但这样的女人不能要，沾成这样的女人那就是祸。哎，我再来块鱼。被害人呐，开车一直冲进大海。除了自己本身同样面临着生命威胁之外，又极容易东窗事发，用这么笨的方法去谋杀，又怎么会是一个那么有心计的聪明人所为呢？你不觉得这里面前后有矛盾吗？孩子，和你搭手这一天来，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地方呀跟我相像。最相同的一点呢，就是你也不服输，老是
想把这个案子托付给你，不论结果输赢，老师都支持你。不论我们的取证和分析是否能证明杨万里无罪，只要你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配合法庭，对这个案子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就无愧于自己的职业良知，老师就能安心的去了。杨曼丽，夏老师病了，你的案子由我来接手，以后由我来继续替你辩护。你？对，是我。没有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杨曼丽，杨曼丽，站住！安律师。杨曼丽，你知道吗？我的老师就是因为你这个案子病得更重了。你现在这么不配合，你对得起他吗？谁也救不了我。领导，歇会儿再练，好不好？快去！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碰到像我身体素质这么优秀的匪徒，你怎么办啊？我一枪击毙他。耍聪明，这怎么叫聪明呢？何征，我跟你说，你得谢谢安律师啊，他给你解围了，要不然我今天饶不了你。伙计们，咱们下楼喝汽水。我请客。哎，喝汽水了。领导，哪天比比枪法？吃饭了吗？怎么了，人？我们刑警队的饭不好吃啊？我哪有心思吃饭啊？还是为了那个案子？老师病了，让我一个人打这场官司。我刚才去看了杨曼丽，她态度非常不好。就冲她这态度，我都不想干了。这不是你的风格吧？我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坚强。二然，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我们队长打拳，我从来都打不过他，但是我还要跟他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我明知道打不过我们队长，但是如果我不打，我连赢的机会都没有。吃吧。这个女人真是蛇蝎心肠。教授对她这么好，她怎么能下得了手？老师想把这个案子托付给你，
不论结果输赢，老师都支持你。我看算了吧，我劝你以后也不要来了，没有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谁也救不了我。我明知道打不过队长，但是如果我不打，我连赢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开车？会不会开车啊？你没长脚啊？你脚上是木头桩子，不会踩刹车。要不是我反应快，早把你给撞了。我看见一辆车从不远处开过来，然后过了一会儿，车就直接开进湖里了。你所说的直接开进湖里指的是什么？就是没减速，一脚油踩到底，往湖里冲。哎，罗征，我是安然，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已经把你的想法向欧队和局里做了汇报。也许只有这个办法，才能解开我心里的几个疑点。领导已经批准，用得着兴师动众？你自己不能办吗？案子送检了，这个深入调查必须要请示。我们也想找辆同样的车，验证我们的推测。罗哥，吃了吗？怎么着？没吃请我吃啊？那必须的呀！别说我现在有俩钱，就是没钱，我卖血卖肾，我也得请罗哥吃顿好的呀。算了吧，你小子能走正道啊，我就挺高兴的。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安然律师。你好，于三。罗哥，我改名了。您好，我叫于森，吴宇森的森。怎么样，罗哥？车不错吧？是正道来的吗？罗哥，您别用老眼光看人呐，人总是要发展的。您不是总教我要学好吗？我还能干那事儿吗？这正经是我开饭馆赚出来的。行，正道来的就行。罗哥，这是嫂子吧？真漂亮。胡说什么？这是我朋友。哦，明白明白，女朋友啊。我的车！是不是刹车失灵了？嫂子，你可不带这么唬人的呀！瞅这轮胎都给磨破了，我这车是贷款买的呀！行了，你别叨叨了，车不还在吗？没事吧？说句话啊！